有穿男装很帅，我把两人合照发网上，有人回复：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耗子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我像往常一样把自己跟室友青青做饭的照片发到网上，很快粉丝们就纷纷点赞，一会儿功夫评论就增加到了几百条，其中一条评论却飞快地被顶到了最上面。同学，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耗子贪淫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对方的 AD 名叫老神棍，头像是一张太极阴阳鱼的图片。我点进他的页面一看，只见主页上挂着几张灵符，下面还带了小黄车，但是符文都很贵，几万十几万一张。这年头骗子的胃口怎么越来越大了？不等我回复，其他粉丝早就纷纷反驳：笑死，果然是老神棍，装神弄鬼骗人。对啊，我们青青是女生啊，还变态杀人犯，离谱死了。熟悉我的网友都知道，青青是女生，留着利落的短发，眉骨硬朗，看着简直不比男明星差。青青性格很好，为人大方，而且很爱做饭。我把两人相处的视频发到网上，几天时间就积攒了不少粉丝。我不敢直接骂人，而是礼貌的回复：不好意思啊，我室友不是杀人犯，她是个女生。不可能，男人藏精于骨，你看他眉骨分明，这是前命，肯定是个男人。小姑娘，你相信我，我看了几十年面相了，不会搞错的。这人头尖额窄，眼路300，性格非常暴躁，是穷凶极恶之辈。这么精彩的内容，还得配合我的新手机观看。旧的 Mate 50 Pro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7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老神棍发了一大串留言，我看得很生气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青青脾气很好的，我们楼上的邻居老是半夜3更发出很大的噪音，青青都没跟他吵过架。我楼上住着个当主播的漂亮女生，半夜3更经常在房里拖动椅子，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，弄出很大的动静。我上去说了几次，那女生却连门都不肯开，还是青青劝我说她虽然吵，但每天晚上也就折腾半小时左右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忍一忍算了。这么好的脾气，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啊？我不想跟网友吵，直接把这条评论删除了。没想到对面却不依不饶，发了一条私信给我：你头发枯黄，六亲无缘，你爸是不是在你5岁那年意外去世了？屏幕上短短的几行字，我心里却顿时咯噔一下，情不自禁地捏紧了手机。我读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亲爸就车祸去世了，后来我妈带着我改嫁到外地，跟现在的继父在一起。继父对我还不错，连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这个算命的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你饥饿宫有2条横纹，去年肯定发生过意外，还有1条是今年的，能不能避过去就看你自己了。发完最后一条消息，老神棍就没反应了，但我的心里却久久无法平静。我去年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小腿骨折，在医院躺了半个月。这个老神棍真的有点东西啊！青青他该不会真的是男的吧？我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仔细回忆着两人相处的画面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忽然又震动了起来。我打开微信界面一看，发现是隔壁的邻居小美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：酱汁，你快看群啊，好几个女生被尾随了，真可怕。我刚准备出去吃夜宵呢，吓得我不敢出门。我忙切到业主群，翻看聊天记录，邻居们讨论得热火朝天。莹莹，大家可千万别出去，我手现在还在抖。5、6个纹身的肌肉男，喝得烂醉，真的好吓人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说等会儿会派人去看的，但我估摸着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他们就跟着我说下流话，没来得及动手我就跑了。是不是看你穿得太漂亮了想搭讪啊？误解别人意思不好吧？看着他朋友圈背景图那张招摇的低胸照片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莹莹就是我们楼上那个女主播。我回复小美，这个莹莹我认识，就住我们楼上，做直播那个，长得很漂亮。小美回了我一连串问号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个女生不是早就搬走了吗？我心头重重一跳，不可能啊，她昨天晚上特别吵，青青还上楼找她了，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了。你肯定弄错了，她搬走的时候，我还帮她把行李拿到楼下，她跟我说要回老家以后不来了。我顿时头皮发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莹莹已经搬走了，她为什么要在群里说自己遇见色狼，而且每天晚上在我们楼上发出那么大动静的，又会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屋外忽然传来防盗门被打开的声音。酱汁，我带夜宵回来了，你睡了吗？轻轻的声音从房间门口传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慌乱的想要藏起来。酱汁，你这么早睡着了？我立刻抓过被子蒙住头，嘎吱，门把手旋转，卧室的房门被打开。今天睡这么早啊？一只手探过来，把被子从我头顶往下掀。我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带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森感。
真睡着了。轻轻伸手摸我的脸，两根手指顺着脸颊一路往下，冰冷粗糙的触感激起一阵战栗，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。轻轻的手一顿，过一会儿，好像有人拖着椅子走来走去，响声更大了。真烦人！轻轻不耐烦地朝头顶喊：“你有完没完？能不能安静点？”他喊得太响，我不能再装睡了。我犹豫片刻，睁开眼睛，做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楼上又开始了，我上去跟他说一下，你继续睡吧。轻轻安慰似的朝我笑了一下，转身带上门出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我立刻扑过去反锁房门，身体贴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。小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，这是物业给我的。我就说吧，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图上是一张小区客户的动态表，表格里显示6栋1301状态为空置，正常的空房都是代租，那些房东没有出租需求的空房才会特别标注为空置2个字。我脑子有点僵，可是楼上又发出噪音了。青青刚上去呀，楼上那个莹莹脾气差，又是个话痨，每次青青上去都能听见她在那边大喊大叫，两个人要说好一会儿话，青青才会下来。楼上是绝不可能没人住的，但小美发的这个图片也不像是假的。我大脑机械地转着，联想到刚才那个老神棍说的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难道说青青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？青青不会真的是变态吧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想找小美把情况说清楚，然后去她房里躲着再报警。可一翻到我们两人的聊天界面，才发现小美又发了一连串信息：你怎么老不信我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楼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啊！青青上去也没用，搭成一个人在走廊里傻站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拍个照片。我握紧手机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完蛋了！小美做事情怎么这么莽撞啊？这要是去楼上，正好撞到青青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立刻冲到客厅。我跑到走廊上的时候，看见电梯门正缓缓合上，小美穿着个粉色的摇粒绒睡衣，开心地朝我挥手。我扑过去按下电梯键。小美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小美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电梯里拽。我大惊，你放手，我不去。你听我说，青青是个杀人犯，他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，我们得快点报警。酱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忘记了，青青那个朋友就是警察，不是来你家好几次了，警察能跟杀人犯当朋友？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青青确实有个当警察的朋友，叫李俊杰，长得人高马大的。有一次青青喝醉，还是李俊杰把青青送回家的，他还穿着警服，吓了我一跳。如果青青是在逃的杀人犯，李俊杰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么一想，我又感觉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奇怪，如果他不是变态，那1301里面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小美按下13楼的电梯键。哪里来的女人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看走廊里都是监控，哪里来的杀人犯啊？就算他真的是变态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我们2个还打不过他一个。电梯很快就到了13楼，门口空荡荡的。小美指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这里没人。我们边说边朝走廊深处走。很快，小美脸色僵硬，说不下去了，因为那扇黑色的防盗门居然开着一条缝。奇怪，这门怎么开着？小美握住门把手朝外拉，门开得更大了。她探着身体朝里看了一眼，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大。妈呀，怎么了？青青在里面吗？小美却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，然后走进了屋里。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走廊上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。怎么没人？青青呢？小美不可置信地朝周围看了一圈，这屋子居然真的有人住啊，好奇怪啊！那物业怎么显示是空置呢？我们两人面面相觑，视线转向一旁的2间卧室。卧室房门紧闭，可靠近客厅的那间却时不时传出高跟鞋敲击地面的脚步声。小美走到卧室门口，往下旋转门把手，我朝她拼命使眼色，别管人家的闲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小美却直接打开了房门，我只感觉眼前一花，一道黑影冲出来，猛地把小美扑在地上。小美尖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。那是一条模样古怪的大狗，狗的嘴巴戴着一个特殊的铁质嘴套，两旁密封，中间留了个洞，那洞估计是喂流食用的。那条狗看着恨极了小美，拼命地撕咬她的脸，只可惜戴着嘴套，根本伤不到小美。小美用力推开大狗，慌乱地坐起身。我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大狗又往前扑，高跟鞋踩在地面上，发出清晰的脆响声。我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这条狗的后肢穿着2只模样古怪的高跟鞋，鞋底大概5-6公分，又尖又细，看着踩高跷似的。好变态啊！
这女的虐待动物。虐待动物的可能是青青，她估计真的是个变态。墙角摆着一只铁笼子，笼子旁边有一个计时器，上面显示晚上11点，所以每到11点，这笼子就会自动开门，狗从笼子里出来发出响声，青青就会上来给它喂食。那个跟青青说话的女生，是不是被她关在另一间屋子里？我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快走吧，快离开这里，报警。好，走吧。小美也吓得脸色发白，再也没了刚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我们两个跑到客厅里，小美伸手用力推了一下防盗门，脸色更白了。完了，这门被锁住了。怎么可能？刚才明明是开着的。我惊慌失措，用力往下压门把手，可不管怎么往外推，那门都纹丝不动。小美似乎想到什么，这是指纹锁，有人把电池卸掉了，要找到钥匙才能出去。我心脏一下就被揪紧了。肯定是青青，她跟在我们后面进来了。她虐待狗，她那么变态，她真的是杀人犯，该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她到现在都不敢动手，说明她1对2也没有把握。小美冷静下来，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110码，马吉公寓6栋1301，这里有杀人犯，你们快过来。挂断电话，我和小美紧紧靠在一起，后背贴着防盗门，惊恐地朝卧室的方向看，生怕下一秒青青就拿着刀从房里冲出来。小美壮着胆子，大声朝屋里喊了几句：“青青，警察10分钟以后就到，我劝你别冲动，伤了我们，你也逃不掉的。”房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，我感觉很不对劲。如果青青真的是杀人犯，她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报警，不出来阻止呢？她到底想干嘛？小美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。酱汁，我怎么感觉青青不在房里啊？你说会不会她看见我们发现她的秘密就逃跑了，故意把电池卸了，把我们锁房里，这样等警察到，破门进来最起码也得20几分钟啊。她是在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。我脑子乱糟糟的，根本没法思考。第一反应是觉得小美说的有道理，可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两人贴着门背后站了5、6分钟，小美待不住了。青青肯定不在这里，再等下去警察都要到了，别怕。小美壮起胆子去厨房拿了一把刀，我也跟着选了一把水果刀，紧紧握住刀柄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另一间房门紧闭的卧室门口，小美朝我比手势，等会儿门一开我先冲进去，如果青青在，我先缠住她，你再进来。我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机械的点头，几乎是小美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。3、2、1，小美低声数了3下，握住门把手，猛地推开房门往里冲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卧室门是朝内开的，小美她冲了进去，可是房门不知道撞上什么东西，迅速反弹回来。在我冲过去之前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，咔嚓，很细微的轻响声，我整个人都麻了。有人把房门反锁了，是青青，青青就躲在门后。救命！小美的尖叫声迅速变成呜咽声，听起来像被人紧紧捂住了嘴。屋子里很快传来打斗声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拼命的砸门。开门，小美，青青，你放开小美，警察马上就到，警察就在门外了。我一边敲门一边找手机报警，想催促警察来得快点，可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翻了个遍，却怎么都没找到手机。刚才出门时，我明明就把手机放在口袋里的呀，难道是掉在路上了？现在怎么办？小美被困在里面，青青杀了她之后，下一个就是我。我使尽浑身力气用力撞门，1下2下，撞到第3下的时候，房门忽然从里面打开了，我没收住力道，一下子往前冲去，撞在一个人身上，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，我尖叫一声，闭着眼睛发疯一样挥舞着手脚。是我，酱汁，是我啊！小美虚弱的嗓音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这才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小美，她头发凌乱，双眼发直，衣服上还沾满了血迹。小美，青青呢？小美伸出手指，惊恐地指着墙角的方向。我杀了他，我杀人了。衣柜旁边躺着一个人，他穿着米色卫衣牛仔裤。我脑子里紧绷的弦瞬间松懈下来。没关系，你没杀人，你是正当防卫，我们是正当防卫。我小声安慰她。小美把头埋在我胸口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剧烈的喘息。她看起来被吓坏了，喘着粗气，头一直在我胸口拱来拱去。没事的，小美，警察很快就到了。警察，我说不下去了，瞳孔骤缩，死死盯着床铺底下的那样东西，仿佛一只有力的手勒住我的咽喉。极度的惊恐让我开始浑身颤抖。那是一部手机，是熟悉的鲜亮外壳，这是我自己的手机。所以小美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？难道说小美根本没有报警，是她给我发的物业表格图，也是她非要拉着我上楼？难道真正的凶手是她，虐待动物的也是她？寒天气下，我独自窝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
吃着火锅唱着歌，而前男友和好闺蜜则在寒冷的暴风雪中瑟瑟发抖。上一世我因撞破了男友二蛋和我好闺蜜小美的奸情，并揭穿他们想骗我钱谋我命的阴谋，被恼羞成怒的他们推出门外。而我万万想不到，本是9月的天气，居然诡异的下起了大雪，气温一夜间降到了零下50度，而我被活活在门口冻成了冰雕。这一世，我定叫这对狗男女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居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我被害死的20天前。我又惊又喜，我想要立刻冲回去报复那对贱人，但我随即冷静下来。我想起了死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。今年这个夏天，气温高得离谱，人人都靠空调续命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9月刚过，我就被活活冻死了。所以我现在最要紧的，不是去找那对贱人报仇，而是先想办法避过那段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低温天气。我回到跟二蛋同居的屋子，将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都收拾好。但是我并未急着走，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想好，即便我要离开，我也不能让他好受。于是我找出二蛋的证件，先下载了几个网贷 APP， 将二蛋的资料都输入了进去，然后做了一桌好菜，坐等二蛋下班回家。二蛋下班一进门，看到一脸甜笑的我和满满一桌菜，顿时诧异。我温柔地告诉他，我打算将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一套，买他看中的那套房子做婚房。二蛋和小美一直在合谋怎么哄我卖掉我爸妈的房子，骗走我的钱。见我终于松口要卖房，他非常高兴，过来就要亲我。我推开他，吃饭吧，我请了1周年假，明一早我就得去找中介呢。吃饭时，我撒娇地拿出手机要跟他合拍搞怪视频。二蛋向来讨厌我拍他，但现在他要哄着我卖房，自然百依百顺，让他眨眼就眨眼，让他摇头就摇头。眼见几个 APP 里100多万贷款全都到账，我卸载掉 APP， 笑着放下手机。哎呀，一直拍不好，不拍了。这顿饭我和他吃的都很开心，气氛一度十分和谐。第二天二蛋上班后，我打包了自己的物品离开了。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房子有2套，一套在市区，是学区房，一套是在宁市边郊紫金山下的小别墅。虽然位置偏，价格不能跟市里的别墅比，但用它在市区换套好点的商品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屋子里许久未住，我边找了保洁打扫卫生，边思考要怎么布置才能对抗那段能夺命的低温天气。那么大的雪，水管势必会冻坏，电线也会被压断，想靠地暖空调取暖根本不可能。那么防空洞呢？我直冲进地下室，抓着生锈的门环使劲一拉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当年我爸在装修这套房子时，地下室紧靠紫金山的这面墙突然塌了，露出了这个抗战时期建造的防空洞。这个洞4米宽，50米长，冬暖夏凉，洞内还很干爽，所以我爸将它收拾，做了家里的储藏室。有这个恒温的防空洞在，我还怕什么高温低温？我让保洁帮我将防空洞里清理干净，又去找了几个师傅，请他们帮我用石灰水将里面都刷了一遍。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了。二蛋打了电话过来，深情款款地问我卖房的事。亲爱的，我想你了，卖房子的手续办得咋样了？我敷衍了几句后挂掉了电话。狗男人果然慧眼，满嘴的想念，怕是正跟小美在庆祝终于骗得我肯卖房了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找人来帮我改善防空洞的通风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死前的大雪已经漫过了腰，所以原先那种通风眼肯定会被雪堵上。这次我直接将每个通风口都加上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顶头还焊接了不锈钢帽，这么一来，雪就不会落进通风管内堵塞通风了。然后我又买了2套壁炉，一套纯取暖，一套取暖做饭两用，都有烟筒可以伸出去，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。安装好后，便是大批量的买木柴和木炭，又买了烤炉。末日来临时，水电燃气都指望不上，只有最原始的木柴最保险，既能取暖又能做饭。虽然山洞恒温，但我也不确定那温度到底会低到什么变态程度，所以有备无患。想到水管也会冻裂，我索性又找了师傅来帮我在地下室里打井，和防空洞一样，井水也是恒温的，外面再冷它也不会结冰。打井师傅很诧异，说别人都是把井打在院子里，我为什么要打在地下室？我早就想好了借口，说我在研制护肤品开发，要用不见天日的水才行。那师傅顿时被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糊弄住了，带着一脸的佩服。接下来我便是囤物资，若家里没有物资，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。考虑到会没电，我买了30箱蜡烛，20个太阳能充电灯，2箱火柴，大米500斤，面粉50斤，干面条20箱，方便面20箱，水200箱，各种干菜、饮料、咖啡、罐头、卫生纸，以及各种我能想到的药品、纱布。等我将这些物资都安放妥当后，离那场低温只剩了1星期。这期间二蛋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询问卖房事宜，好几次我都差点笑出声来。打开我离开那天安装的监控，看着他一边和怀里的小美腻腻呼呼，一边深情脉脉地给我打电话，我忍着恶心挤出夹子音问二蛋：你爱我吗？二蛋答得极顺口，当然爱呀。说完就在小美的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，然后道：大宝贝，你听见了吗？老公在亲你哦。话音一落，小美跟他无声的笑作一团。我淡淡道：听见了，
不过我咋觉得你其实是在亲一头猪？他怀里的小美立刻跳了起来，一脸怒意的愈发作。二蛋赶紧竖起手指示意他别出声，边对我道：傻丫头，不许说自己是猪。我当然不是说我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天见小美了没有？二蛋便有点紧张。没有啊，我见她干嘛？没见就好。他最近为给他哥哥还赌债，正到处借钱呢。我劝了他几次，他也不听。瞧我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女的被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进了家酒店，很像他，但是希望不会是他吧。看着监控中二蛋变了脸色，小美的脸上也出现了慌乱。我笑眯眯地挂了电话。小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上一世因为我家猫咪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，于是我在家里装了监控，可还没顾得上告诉二蛋，就被我发现她和小美在我的床上进行不可描述的行为。事后小美催促二蛋抓紧骗我卖房和买保险，她说如果我实在不肯听话，就找机会弄死我，这样她作为我唯一的遗产继承人，我家的几套房子以及财产就都是她的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，就为了这么点财产，这个我视为亲姐妹的闺蜜居然想要我的命。监控中二蛋已经开始质问，小美则赌咒发誓她绝对没有跟人去开房，并咬定是我污蔑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监控中他们吵成一团，我更想知道当二蛋发现自己竟然欠下那么多贷款时，他是什么反应。关掉监控，我又租了5台商用冰柜回来，专门用来储存食物，等低温来临，那室外就是天然的冰库，那时候就算断电我也不怕。最后我又找人加固了门窗，其实我并不担心安全问题，我只是怕门窗被大雪和低温压级损坏，这样屋子就完了。做完这一切，距离低温来临只剩2天了，二蛋也终于发现他欠下大批贷款的事。他打来电话：你是个贱女人，我的贷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边懒洋洋说道：什么贷款？我不知道呀。你还想抵赖？二蛋怒不可遏：酱汁，你真可恶，竟然用我的身份信息贷款这么多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我语气稍稍认真：你是说前几天你转给我的那123万？二蛋暴跳如雷：什么我转给你的？我什么时候转给你的？我发过去一张照片，是张借据，上面清楚地写着他借了我现金123万，1年之内免息还清。二蛋炸了：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二蛋当然不承认，在电话那头嗷嗷地叫唤：你立刻把钱还给我，不然我告你！我冷笑：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怕他告。证据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借条自然是我伪造的，可后面的签名却是他亲笔手书啊！别问，问就是没事，千万别在空白纸张上乱写自己的名字。再说今天末世倒计时的最后一天，就算他要告我也找不到我。我挂掉了电话，末世最后的安静日子，我还是很珍惜的。吃了我喜欢的四川火锅期间，二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，对我破口大骂，我既不拉黑也没回复，因为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晚上我最后一次检查了防空洞的通风口，关好了门窗，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小美打来的电话，我没接，拿出 iPad 点开监控，小美果然在，但二人显然没有了往日甜蜜的气氛。二蛋气急败坏，小美则不停地一遍遍地拨着手机，最后她将手机一扔，骂道：真没想到他心机居然这么深，这么多年我竟一点都没看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蠢？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你是猪吗？二蛋大怒：还不是你总说他好骗没心眼，不然我能这么相信他？我是在他们的争吵中睡着的，可笑的是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还没发现我的物品以及许多棉被已经不在了。醒来时已是夜里3点，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感受了一下温度，确实凉了很多。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屋外雪白刺眼，大团大团的棉花团子一样的东西砸下来，是大雪。末世低温如约而至。我拿起 iPad， 监控中二蛋和小美将所有衣服和夏天盖的薄被子都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抱成一团缩在沙发上。空调开着制暖，但小美依旧牙齿打颤，带着哭腔问：怎么会一床厚被子都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二蛋哆嗦着，突然僵住。不对，降值的东西好像都不见了。我看着 iPad 忍不住笑出声。你们很快就会发现，不光是被子和厚衣服都没有了，食物也没有。我走的时候已将屋子里的食材全部清空丢弃，只留下了饮料。我正笑得高兴，手机疯狂响起，是二蛋。我点了接听。酱汁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二蛋深吸了口气，放缓了语气问：你说你回去卖房，其实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了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回来。他咬牙切齿：想卖房不一定是假的，但是带走我的东西没打算再见你倒是真的。二蛋，你本来就盼着我不回去，不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但凡你有半点在意我，你也不会到今天才发现我的东西都不见了，你更不会忘记我跟你说的是请了1周的年假，可1周早过了，你却没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去。说完我挂掉电话，将手机调为静音，埋头睡觉。再醒来时已是上午10点，这时我发现大雪已经快把窗户都埋了，透过缝隙能看到大团大团的雪还在如雨点般砸得又快又急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大雪若再这么下去，我家这栋2层高的小楼很快就会被埋，一旦盖过防空洞的通风口，我就会被活活闷死在屋子里。我
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可大雪依旧又凶又猛，我没有办法让它停，那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铲雪。我飞快地换上防风的羽绒服，戴上厚厚的帽子。好在我准备了2个通风口，并且靠近露台，我只需保证通风口通畅，就不会被闷死。我又借梯子爬上了屋顶，为了防止被雪压塌，我花了很大的价钱找人将屋顶用钢架加了一层，但饶是如此，我还是不能任由大雪堆积。屋顶面积大，零下几十度的气温，我全身几乎被冻僵了。厚实的衣帽在低温面前单薄的像纸，我咬着牙坚持着，可雪实在太大了。不过一转头，刚刚铲完的地方又过了脚脖子，这让我心里有点发慌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到明天下午，这2楼就会被埋了。我无论如何没想到，我做了这么多的准备，却忘了考虑大雪肆虐下这套房子不够高。一想到可能住在6楼的二蛋和小美还没被冻死，我就先被闷死了。我就一口玉气堵着嗓子眼，好不容易将屋顶的雪铲下去，我又用2根红色的绸带绑在出风口上，为的是怕万一雪将屋子埋了，我好通过这红色来寻找出风口的位置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回到屋内，看着电和燃气依旧没断，让我有点意外。真是替二蛋和小美高兴呢，不断电，空调还能用，没那么快冻死。防空洞内的温度相比室外高了不止1点，但我还是点起了壁炉。没多一会儿，防空洞里就变得温暖如春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拿起 iPad， 点开监控。沙发上，二蛋脸色发青的在破口大骂：“这个贱人！等雪停了，我就去找他，我不会放过他。”小美哆哆嗦嗦的哭：“老公，我饿了。”“不，谁不饿？”二蛋吼起来：“外卖下单没人接单，我能怎么办？”“你这里怎么一点吃的也没有啊？”小美开始发脾气：“吃，你就知道吃。”这俩贱人狼狈的样子，看得我郁结的心情瞬间大好。我放下 iPad， 拿起手机，无数的未接电话和辱骂我的信息，全是二蛋的，有几条是小美的，都是嘘寒问暖，并问我在什么地方。好家伙，他还想着我不知道他和二蛋在一起，还在跟我演。我粗粗扫了一眼，没回。我点开那个小区的楼栋群，群里正为这场大雪聊得火热。到这时候，已经没人关心能不能上班了，大家都在哀嚎停水和寒冷。原来居然已经停水了。我先给群里发了个红包，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，然后好心提醒大家，这天气太诡异了，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，建议大家珍惜家里的饮水、食物和御寒衣被，做最坏的打算。我提醒他们关好门窗，万一大雪不停，气温继续下降，没吃没喝没御寒衣被的人，为了活命，只怕会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二蛋和小美不可能坐以待毙，等到熬不下去时，他俩必定会向邻居求助，而我要掐断他们的求助之路。跟群里邻居们打完预防针后，我点开了小美的对话框，回了句：“我在家，你呢？” iPad 上的监控画面里，小美已经被冻傻了。还是二蛋发现了我的信息，他赶紧递给小美：“快，江浙回你信息了。”小美却带着哭腔：“回就回呗，他是能给我们送吃的，还是能给我们送衣服被子啊？”“你赶紧问他家地址啊，等雪停了，我们好去找他还钱。”小美便接过手机，手指明显冻僵了。打半天我也没收到一条信息。我对着壁炉和我面前的茶拍了张照片，然后将照片发给了小美，用懒洋洋的语气发了条语音：“哎呀，没想到这个时候居然下雪了，还下这么大，得亏我家里是有壁炉的，不然真要冻死了。”小美的神情和动作立刻变得僵硬了，随即咬牙切齿：“他居然在烤火，他还有吃的喝的，他怎么可以过得这么舒服？”二蛋显然也被刺激到了，他愣了一会儿后，就催促小美问我的地址。小美立即打来了电话，但被我掐掉了。我跟她回复说，我饿了，要去做饭，因为上午铲雪出了大力气，所以午饭我打算吃好点。我将已经解冻的鸡洗净剁块，将锅架再在炉子上开始慢炖。这是我老爹生前最爱吃的小鸡乱炖，有肉有菜的一大锅，十分下饭。差不多半小时后，我拿筷子戳了戳，鸡块已经能戳进去了，便开始吃饭。但我是个善良的人，自己有吃有喝了，我哪能忘记二蛋和小美呢？那自然是要将这锅香喷喷的小鸡乱炖拍给他们瞧瞧的。我毫不吝啬的都发给了小美。监控中，小美拿起手机一看，哇一声哭了出来，她捶打着二蛋：“我快饿死了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？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干嘛给我发这个？”二蛋正忙着打警方求助电话：“警察叔叔，我们没有吃的，也没有厚衣服，我们快冻死了，快点来救救我们！”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就见二蛋的眉头越皱越紧，都不用猜我就知道警察也无能为力。二蛋脸色铁青的挂掉电话，小美又缠了过去，将手机上的照片递给他看。二蛋看着手机，脸色阴沉，眼里满是怨毒。傍晚时，我又上了2楼露台，查看了一下通风口，大雪依旧急，好在通风口被我加了长长的不锈钢管，最少2天内不会被埋。我牙齿打颤的赶紧奔回防空洞，在炉火前烤了半天才缓过来。然后我就发现二蛋和小美那边的监控连不上了，楼栋群里大家都哀嚎，停电了。原来是小区停电了，没有电，空调不能用了，对二蛋和小美来说会是地狱般的毁灭。我打开某博，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，除了求助哀嚎外，我看到许多部队警察投入清雪救助的活动。
无数的电力工人顶着零下几十度的寒冷，貌似抢救被大雪压断的电线。当看到这些为灾情献出生命的英雄时，我泪目了。我突然对二蛋和小美的下场不再感兴趣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气温再次骤降，最低温度甚至达到了恐怖的零下40度，而我每天都躲在恒温的防空洞里，烤火、喝茶、铲雪、睡觉。就这样，大雪持续了半个多月之后，终于停了。我搜索了附近的志愿群，加入其中。而在救助的过程中，我也得知二蛋和小美早已冻死在屋子里，而两人生前好像有打斗的痕迹，原来是因为家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面包。灾难面前，人人自危，两人便为了最后的食物打了起来，最后落得两人都惨死的下场。